这个是我在惠安3天吃过最好吃的，进到嘴里特别满足。就是开玩笑撮合我跟他女儿，还挺。你是华人吗？朋友们，早上好！在惠安的第2天。在前面4集影片中，咱们了解了惠安是如何从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渐渐发展为16、17世纪东南亚最繁华的商贸港口，一步又一步由盛转衰，并发展成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也介绍了它的古代历史、它的饮食、它的风景。本集影片就不再赘述，如果在看片过程中有语言不详的地方，或许你可以翻一翻前面的影片。我身后就是惠安最有名的一家法棍面包店啊，可以说在国内外的美食网站上，它都是鼎鼎有名的。今天我们尝一下英文、越南语双语菜单，3万越南盾，基本上就是8、9块钱。配菜有黄瓜条、薄荷、洋葱，这是肉末嘛，番茄，这个鸡肉。这个微波炉在烤着法棍，外焦里嫩的感觉。当他把这些馅料装到法棍以后，还要再进行烘烤。这一家店可以说你搜惠安美食啊，就是很多食客都不约而同推荐的一家必吃的越南法棍啊。3万5越南盾，大概就是10块钱人民币。好大的法棍，感觉吃完这个都很饱了。我还点了一杯这个椰子咖啡啊，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这个鸡肉跟烤肉都是咸甜口味的，既有甜味也有咸味，味道不错。就是好大，咬的话要张很大的嘴。一大片那个烤肉进到嘴里，特别满足。还有香菜，好像第一次吃到法棍里面有香菜的。你看，好多顾客都用手机拍照啊，大概也是慕名而来。黄瓜丝、胡萝卜丝，还有这个洋葱、香菜、蔬菜烤肉、鸡肉，还有那个是像豆腐一样的。Yes， 哦，是这个辣椒酱啊，加了会更好吃，我觉得是这样的。哦，果然加了这个好吃的多，它是那个酸辣酱。原来只是有香脆，还有这个烤肉鸡肉的那个咸甜，这个蔬菜的新鲜爽口，现在多了酸辣，一下子这个口味就格外的丰富。这个咖啡也可以啊，它的那个奶香很浓郁啊。这家店还提供洗衣服务啊，18000越南盾1公斤。这里面的这个烤肉也好，鸡肉也好，或者说是个五花肉也好，分量太大了。它3万5越南盾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光是店员都有8、9位啊。看一下菜单。这家店的名字叫 Madame。现在中午12点半，特别热这里。这家也是很多人推荐，它里面有这个特色的荷叶凉茶，刚好中午了，来一杯试一下。这里好像一些冰沙，加一些糖水，加一片绿色的叶子，一根莲花。一个莲花凉茶呀，18000越南盾一杯，大概是5块钱一杯，有点像柠檬茶。这个薄荷叶跟这个莲花，其实它主要喝的是那个茶，还有冰沙的一个味道，很甜。
又想到这个国内冰红茶的味道。德安号。买票啊？有啊，这里。你是华人吗？这也是个老房子啊，应该也是这个华人商人建的。孝友一家村。这些被参观的一些老房子啊，它还是有一些居民在生活着的。现在去一个会馆，这是日本桥，这是惠安古镇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了，因为它有比较重要的一个文化意义。像桥的一侧是当时的这个华人居住区啊，另一侧就是日本人居住区。像这一条桥呢，是眼前的日本廊桥，可以说是越南惠安古镇乃至整个越南最著名的桥梁。在1990年，它被列为越南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如今呢，更被印在了越南2万越南盾纸币的背面，成为惠安乃至越南的象征。这座桥始建于16世纪末，大概是1593年，由当时居住在惠安的日本商人集资修建，用来连接日本人跟中国人居住的街区，方便商贸往来。桥长约18米，宽约3米，10吨支撑木梁，上覆瓦顶。桥中建有殿堂，殿内供奉的不是佛像，而是北方武神玄天上帝，被视为镇守风灾、洪水和火患的守护神。而更引人入胜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是，当地人相信廊桥横跨在一条名为南妈祖的一个巨大泥鳅怪兽之背上，怪兽翻动会引发地震和灾难，而廊桥的存在就像一把利剑，用来镇压怪兽，守护惠安的安宁与繁荣。昨晚我们也游览了这条河啊，白天的样子河上就没那么忙碌了。前面有一家鸡蛋咖啡，好像还挺受欢迎的。鸡蛋咖啡啊，就是这一家叫安口的。待会儿再来，我看到这里有一个老宅子，大德圣祠。哦，它里面好像不是开放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招牌，就是一个鸡蛋咖啡，一个椰子咖啡。法宝寺。忠义之神，有求必应。
万古金钟、挟天宫、关圣帝君。凭票进入的这个寺庙。观音佛寺。冰块。感恩。哦。Seven. We are family. 哦。We travel live in Da Nang. Da Nang. Yes. Sao không dẫn người yêu đi cùng? Có người yêu chưa? Why you don't give my girlfriend? Girlfriend. Girlfriend. How are you? No, I'm from Hanoi. Hanoi. He my father. Your father. Oh. Yeah. Travel with friend is good. Yes. Hi. 那杯甘蔗汁儿的话，2万越南盾。遇到一家人啊，他们从国内来这里旅游的，就是开玩笑撮合我跟他女儿，还挺，怎么说呢？路过一家店，看到人挺多的，来这里尝一尝。越南奢侈咖啡，越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咖啡出口国。后面呢，我们将会去到被称为越南咖啡之都的邦美属，去探访一下那里的咖啡产业。感觉在惠安啊，这个水是可以一直喝的，包括这个冰镇的咖啡、饮料、矿泉水都是可以一直喝的。这个太热了，就想喝水，不想吃主食。OK， 里面有牛奶、咖啡，这咖啡好喝的，有比较浓郁的那个茴香。太渴了，这个喝咖啡像喝水一样，就两下子就没了。Very convenient. 虽然吃不下饭，但是饮料能一直喝。3万越南盾的一个苹果酒，太热了，有一些店直接喷那个水雾啊。我在越南常喝这一个叫 Strongbow， 哇，太舒服了。我连着喝了3杯饮料啊，先是甘蔗汁儿，然后是这个盐咖啡，然后再是这一个。世代同堂。下午3点15分，这里有这个艺术表演，在河边。这些船只白天都没有生意啊，太热了，没游客想着在河上暴晒的。是在66号 Hanoi Traditional Art Performance House。先找 for free。
这好像是今天逛了一整天唯一一个有空调的地方，进来一股冷气啊，就很舒服，跟外面完全是两回事。给一根这种竹签。现在有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惠安介绍。在17到18世纪，惠安呢是最繁华的这个国际商贸口岸，在整个东南亚是很多日本、中国、葡萄牙、西班牙、挪威、印度的这些商船进行商贸往来的一个中心。3点15分，黑灯。今天是在越南世界遗产惠安古镇的第3天早上，发现没钱了，来取点现金，取了有300万越南盾，手续费才500越南盾吗？路过这里看到一个孔子庙，这个还挺气派的，我们看一下。没什么游客，有种皇城的感觉啊，一个护城河上一个桥子，好精美的雕塑呀！你看这个农夫在放牛，少女在骑羊。万世师表，德配天地，道观古今。这里面也没人哦。大成宫，这位是孔子啊。可以去吃早餐了。广南名人志士纪念台，一片小荷塘，2条盘龙。这广南名人是指广东跟海南吗？这个纪念台正对面就是孔子庙。
虽然来了2次啊都没有抽到我，但是收获了2场精彩的表演，也是很好。You like to see? Yeah. The shadow. 这一家餐厅是整个惠安古镇啊，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就是好评如潮啊。其实很想尝一下它这里的烤鸭，它的烧肉听说更好吃，它有这种纯烧肉的，还有烧肉饭、烧肉粉。整只烤鸭是45万越南盾，大概是130多块钱。除了烤鸭，这里还有蒸鸡。哇哦，这看着好好吃的感觉。这烤肉分量不少呀。里面除了烤肉，还有花生、芝麻碎、胡萝卜丝，这个小柠檬，还有香菜、生菜、黄瓜丝，还有米线啊，这个辣椒涮水吧，这个是那种特制的酱料啊，是带一点甜味的。这烤肉听说特别好吃。这杯百香果的果汁也上来了哈，先搅拌一下。哇，这烤肉就是那种特别焦脆香，这看着就很有食欲啊。谷歌的评价里面都在称赞它烤肉特别好吃。薄荷、胡萝卜丝、黄瓜片，今天早餐都没吃了，现在11点了，就为了刚才去看那个表演啊。第2次去看了，它跟昨天下午3点半的是有一些曲目是不一样的。看完了以后满满足足的，虽然有点饿了。百香果汁特别爽爽，先来一口粉。它沾了酸甜的汁儿，所以咬下去就是酸酸甜甜的。这个粉的话就比较爽口。这个粉裹上了这个胡萝卜丝跟那个薄荷叶，所以就带了一种植物的香气。这烤肉是没有甜味的，也没有酸味，只有咸味。这烤肉它是那层皮烤得很焦脆，它里面是肥瘦适中的，所以咬下去不会觉得柴，挺不错的。这烤肉本身是只有咸味的，但是它沾到这个酸甜水以后，它就是既香脆，然后又爽口，就怎么吃都不腻，真的好吃。这个是我在惠安3天吃过最好吃的，目前为止，真好吃。这个百香果果汁也可以，哇，好酸，但炎炎夏日喝的话，觉得特别爽。在惠安的第3天，一顿美美的早餐开启了。我看了一下，它这个烤肉的话，大概有10几20粒吧，它就没有一粒是纯瘦的或者纯肥的，都是肥瘦相间的。你能听到那个咔嚓的那个声音吗？就很脆。它这里的店员是吃外卖的，但是这边怎么点外卖呢？我都不知道。好像每个桌子底下都有个风扇啊，现在有个风扇正对着我的脚在吹啊，挺凉快的。消费11万越南盾，像粉是7万5，果汁3万5。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去越南的咖啡之都啊。在越南北部、越南中部游玩了接近2个月，这一下终于要出发越南南部了。我听说越南南部跟中北部很不一样，那里更现代、更包容、更加的开放，所以呢，我也很期待这一次的越南南部之旅。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